姐姐在长乐宫里被溺死，我却求人进了长乐宫，就凭一罐养颜膏，贵妃收下了我这个半张脸都是胎记的丑丫头。然而我调的根本不是什么养颜膏，那是死人用的阴方明脂散。姐姐，这一次我定要贵妃为你陪葬。姐姐的尸体从长乐宫里送到家里时，我盯着看了很久，面色青紫，指甲缝里嵌满淤泥，脖子上满是勒痕，明显是被人按在水里挣扎时留下的。那双泡得肿胀的手，无论任何也与我记忆里指尖纤细、骨节分明的手判若两样。那是一双调了成百上千副药的手，也是一双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手。当年我6岁，缩在城隍庙的角落里，姐姐路过时看到我，心头不忍，把带我回了家。我这条命是姐姐捡回来的，也是姐姐让我有了沈知微这个名字。现在姐姐却死在了皇宫里，死在了贵妃慕容青书的手里。为姐姐复仇的想法涌上心头，我想起内务府还有个老太监欠我姐姐一个人情，我借此人情入宫，如愿做了长乐宫的洒扫宫女。无意间我听到几个小宫女聊天，贵妃娘娘以前身边有个特别厉害的医女，可惜的疾病没了。姐姐何曾得过什么疾病？我用一锭银子撬开了一个烧火婆子的嘴，她叹着气说，贵妃用了她调的养颜膏，效果甚好。偏偏有一回皇上过来，正巧撞见姐姐给娘娘请脉，就随口说了一句，这双手倒是好看。就这一句要了姐姐的命。等皇上一走，贵妃的脸当场就沉了。贵妃身边的狗腿子春桃最会看眼色，当晚就带人把姐姐拖到了荷花池边，他们以教导规矩为由，活活将姐姐淹死在池子里。我攥紧拳头，忍着悲愤又追问她后来的情况。烧火婆子说，贵妃的养颜膏不能断，春桃就让新来的医女照着姐姐留下的方子配，可那些人都配不好，皇上也不怎么来了，所有新来的医女全都因此丧命。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回到住处，我拿出一沓泛黄的纸页，那是姐姐留给我的遗物，上面记着她毕生所学的所有配方，分了阳方和阴方两类，阳方是给活人用的，阴方是给死人用的。当初她还特意叮嘱我，阴方用在活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点头答应的好好的，但是现在对不起姐姐，我要违背你的意愿了。夜里我来后花园采药，因为贵妃爱美，长乐宫的后花园常年种着各种美容养颜的花草，但制药的关键不在药材本身，而在炮制的法子和配比。阳方养颜是让气血通畅，面色自然红润，阴方则是靠激发皮肤表层的气血，强行达到红润白嫩的效果。说白了，阴方就像把一朵花放在火上烤，看着更艳了，其实离枯萎不远了。我先配了一副药性极轻的药粉，掺在贵妃每日熏的龙涎香里，这只是阳方反用，伤不到根本，但却能够为我创造从外殿到内殿的机会。果然，贵妃的脸起了疹子。春桃在正殿里训斥跪了一地的医女，一个小太监跑到我身边，气喘吁吁地说，你是懂医术那个宫女吧？贵妃娘娘召你进去。懂医术？我不过是跟烧火婆子闲聊，提起自己跟着宫外的游医学过几年，宫里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知道这个消息迟早传到春桃耳边。我来到正殿，看到贵妃慕容清初的脸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疹子，简直触目惊心。春桃上下打量我，目光停在我的胎记上，厉声质问道，可别是个滥竽充数的，娘娘的脸要是有什么闪失，你10条命都不够赔。我连忙跪下，把一个胆小怕事的宫女演得入木三分。奴婢不敢，奴婢跟着游医学过几年，娘娘的疹子看着像是花粉香料引起的热毒，若娘娘信得过，我愿意一试。贵妃漫不经心地开口，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奴婢沈知微。她突然直起身，盯着我说，你和之前那个姓沈的医女是什么关系？我镇定自若，说我们只是同乡关系，并不熟络。这套说辞我早就想好了，在宫里任何关联都可能变成把柄，我必须把所有线索都掐死在源头。贵妃轻笑了一下说，有意思，上一个姓沈的死了，又来一个姓沈的，你说本宫该不该信你？店里静得能听见烛火爆开的声音，我信誓旦旦地说，恳请娘娘给奴婢3天时间，3天后娘娘的脸若无好转，要杀要剐，奴婢绝无怨言。这话一出，店里明显有了些躁动。贵妃爽朗地笑道，你倒是有胆量，春桃，给她3天，本宫倒要看看这个丑丫头能翻出什么浪花。要把红疹消下去，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春桃把我领到了长乐宫的药房，我打开架子上的药方册子，一看就是姐姐的字。春桃说这是沈医女留下来的方子，要是我配的不对，她饶不了我。我怯生生地问春桃，能不能跟我说说娘娘平日里的保养习惯？她上下打量我一眼，说道，别以为得了机会就能站稳，10项就做好分内事儿，少打听。我点了点头，没再应声。接下来我很快把药方配好，来给贵妃身边敷药的时候，贵妃盯着我脸上的胎记，问我是不是生下来就有，能不能治。我回她这是天生的，很难根治。贵妃没再多说，这下她应该放心我，不会像姐姐那样抢皇上对她的注意了。第2天，贵妃脸上的疹子消了大半，十分满意。
可春桃却充满敌意地盯着我看。第3天，大事不妙，春桃站在我面前，摊开手掌，向我展示上面的一片红。她说这是她替贵妃试药才被啄成了这样，问我是不是想谋害贵妃。我立刻明白，春桃是怕我威胁到她的地位，在药膏里动了手脚。但我没慌，姐姐教过我一句话：食药之前先识毒。我配药的时候，每一味药都用银针试过，确定没问题才送来。春桃根本没机会在我配好的药膏里动手脚，除非她换掉了整罐药膏。我恳求贵妃等人随我回药房，贵妃允了。我习惯在罐底刻一个小缺口做记号，以防在宫里被调包。果然，冰剑里的一罐药膏罐底没有缺口。我转向贵妃跪下，将这个事情告诉她。贵妃忽然笑了，她懒洋洋地喊了一声春桃。本宫记得你手上的伤不是今早才有的吧？春桃直接愣住了。原来昨晚春桃给贵妃梳妆的时候，贵妃就已经看见了，而且之前贵妃手上就起过这种红痕，就因为摘过一只夹竹桃。太医告诉她，夹竹桃的汁水有毒，她记得清清楚楚。贵妃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喊道：来人，春桃欺上瞒下陷害宫人，拖出去杖毙！春桃立马跪在地上，哭喊着：求娘娘饶命！奴婢跟随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贵妃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摆了摆手，像在驱赶一只苍蝇，随后叫我过去给她敷药。敷药之时，她忽然开口说：春桃跟了我8年，但我最讨厌不忠心的奴才。你比她聪明，本宫也希望你比她忠心。我毕恭毕敬地说：奴婢只想好好服侍娘娘，不敢有别的心思。当天晚上，贵妃脸上不仅红疹全消，皮肤还比之前更好，她甚是满意，要我从今天起就留在她身边，专门负责养颜事宜。现在我终于尽到能把那些精心调配的养颜膏涂在她脸上，而那些养颜膏里阴风的成分正以微不可察的比例一天天增加。一天，皇上来了，贵妃盈盈下拜，皇上大步走过去，一把将她从地上捞起，看着她的脸惊喜地说：淑儿，你的美更胜从前了。一连7天，皇上都来了。那些原以为贵妃失宠的嫔妃宫人们，又开始争先恐后的向她请安。然而，她复宠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太久。她的脸颊先是漫出几道红血丝，接着开始散发一丝似有若无的腐臭味。一夜，皇上来了，却说还有几道折子没批完，又匆匆离开。皇上一走，贵妃的巴掌便落在了我的脸上。贵妃娘娘息怒。我立马下跪，解释说红血丝是排毒的征兆，等热毒排完，皮肤就会更白嫩。我继续假装委屈地说：娘娘不信，可立刻传太医对质。他厉声喊来人，却没继续放话。皇上刚走就传太医，长乐宫的动静根本瞒不住人。一来坐实了自己脸出问题的事实，二来皇上厌弃了他的消息会传遍整个后宫，最终他还是作罢。至此，皇上再没来过。宫里都知道林答应圣宠正浓，贵妃常常恶狠狠地嚼着林答应的名字。我安慰她说，没有人的容貌能压过她去。她的声音瞬间拔高：有什么用？皇上已经厌弃我了。我缓缓开口：娘娘，河宫夜宴就快到了。贵妃猛地抬起头看向了我，我继续说：若是娘娘能在夜宴艳压群芳，林大院又算什么？贵妃渴望地问我，她的脸能不能保养得再美一些？我故作为难：有倒是有，只是药性偏强，皮肤可能……贵妃打断我的话：只要能再美，本宫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回到房间，我摸出英方册子，翻到凝脂散那页。此方能让皮肤宛如凝脂，但后果是药性反噬。旁边还有一行批注：此方不可用，切记。我看着姐姐写的那行字，开始配药。河宫夜宴那天，灯火辉煌，贵妃是压轴出场。她身着红色的西域舞衣，金色的面纱只露出一双桃花眼，那双眼里含着的是不加掩饰的勾引。音乐到了高潮部分，她将面纱缓缓下拉，所有人的呼吸都凝滞了。那张脸简直美得不真实，每一寸肌肤都泛着光泽，每一个角度都完美无瑕。皇上猛地站了起来，连声叫好。那夜，皇上翻了贵妃的牌子，可到了后半夜，却传来了响彻皇宫的尖叫声。皇上身边的宫女和太监脸色惨白，大家互相传话：贵妃是妖女，娘娘的脸在皇上面前一片一片的掉下来了。太监宫女疯了似的从皇上寝殿涌出来，人人面色惨白，四散逃窜，像是撞见了索命的恶鬼。第二日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未散尽，我便醒了。院子里早已站满了人，为首的是皇帝身边最得用的大太监赵安。他身着御赐的蟒纹贴里，手里端端正正捧着一卷明黄色圣旨。所有人立马跪在地上。赵安清了清嗓子，尖细威严的声音炸开：圣旨到！赵安的声音拖得很长，撞在长乐宫的红墙琉璃瓦上，荡开层层叠叠的回音。整个长乐宫除了赵安的声音，就只剩风吹过眼角铜铃的轻响。正殿的门依旧紧闭着，里面没有任何动静，更没人出来接旨。慕容亲书应该还没起身，他素来贪睡，又仗着皇帝的无边宠爱，从不用像其他妃嫔那样早起请安。他大概到死都想不到，这个清晨等来的不是奇珍异宝，而是一道将他从云端打入地狱的圣旨。赵安显然没有等的意思，他再次清了清嗓
嗓子，缓缓展开了手里的圣旨。明黄色的灵段在晨光里铺展开，朱砂写就的字迹，每一笔都带着冰冷的、不容置喙的杀意。我跪在地上，微微抬眼，清晰地看见他握着圣旨的手，指节泛白，正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连见惯了后宫风浪的他，都在怕这道圣旨背后的狠绝。而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整个长乐宫，除了赵安的声音，就只剩下风吹过眼角铜铃的轻响，还有工人压抑不住的细微的颤抖声。正殿的门依旧紧闭着，里面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人出来接旨。慕容青书应该还没有起身，他素来贪睡，又仗着皇帝的无边宠爱，从来都不用像后宫其他妃嫔那样早起去给皇后请安，往往要睡到日上三竿才会慢悠悠地起身梳妆。他大概到死都不会想到，他人生里最后一个清晨，等来的不是皇帝赏赐的奇珍异宝，不是御膳房精心准备的精致早膳，而是一道将他从云端狠狠打入地狱的圣旨。赵安似乎也没有要等里面的人出来接旨的意思，他又清了清嗓子，缓缓展开了手里的圣旨。明黄色的灵段在晨光里铺展开来，上面用朱砂写着的字迹，每一笔每一划都带着冰冷的、不容置喙的杀意。然后他就开始念了：贵妃慕容氏，要挟之物，祸乱宫闱，即日起封禁长乐宫，任何人不得出入。他的声音依旧是平日里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面无表情，听不出任何情绪。可我跪在地上，微微抬眼，能清晰地看到他握着圣旨的那只手，指节泛白，正在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那是一种压抑不住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他是皇帝身边最得用的太监，在宫里待了几十年，见惯了后宫的风风雨雨，见惯了妃嫔的起起落落、生生死死。可他大概也从未见过，盛宠了整整5年，几乎要被皇帝捧在手心里的慕容贵妃，会在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泥沼，被定上要挟之物这样万劫不复的罪名。更让他恐惧的，大概是这道圣旨背后，皇帝那突如其来的、不留一丝情面的狠绝。长乐宫一应宫人全部遣散，另行分配。他继续念着，声音里的平稳已经有了一丝极难察觉的裂痕。握着圣旨的手抖得更厉害了，连带着圣旨的边角都跟着轻轻晃动起来。跪在地上的工人已经有人控制不住地发出了细碎的呜咽声，又连忙死死捂住嘴，不敢发出半点声响，只能任由眼泪砸在冰冷的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他们都清楚这道圣旨意味着什么。贵妃被打入冷宫，他们这些长乐宫出来的工人，就算是被遣散另行分配，也绝对落不到什么好下场。宫里最不缺的就是踩高捧低的人，失了势的废妃宫里出来的人，到了别处只会被搓磨得生不如死，能落得个全尸都算是幸运。可他们不知道，这道圣旨对我来说意味着新生，意味着我3年的隐忍和筹谋，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结果。赵安终于念完了圣旨，最后一句落下的时候，整个长乐宫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连风都停了，眼角的铜铃不再发出声响，只有晨雾还在缓缓流动，裹着满院令人窒息的死寂。他收起了圣旨，依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目光扫过跪了满地的工人，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都起来吧，回去收拾东西，半个时辰之内到前院集合，等着内务府的人来带你们走。他的话音刚落，原本死寂的院子瞬间就炸开了锅，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瞬间爆发出来。宫女太监们乱作一团，有的瘫在地上起不来，哭得撕心裂肺；有的疯了一样往自己住的偏殿跑，想要收拾自己的东西；还有的互相拉扯着，哭着问接下来该怎么办，未来该去哪里。原本井然有序，连一片落叶都找不到的长乐宫，在这一刻彻底乱成了一锅粥。脚步声、哭喊声、东西碰撞碎裂的声音，还有太监尖细的呵斥声混在一起，灌满了整个长乐宫的每一个角落，连空气都变得浑浊不堪。混乱之中，我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沾染的尘土，理了理身上被压皱的衣摆。周围的人都在疯了一样的乱跑哭嚎，没有人注意到我，就像过去的3年里，从来都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宫女一样。我逆着慌乱的人流，一步一步，稳稳地朝着站在院子正中央的赵安走了过去。我的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踩得扎扎实实，踩在散落着杂物的青石板上，穿过哭嚎的人群，穿过漫天的混乱，直直地走到了他的面前。然后我屈膝，对着他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脊背挺得笔直。奴婢想留在长乐宫，继续伺候贵妃娘娘。赵安显然没有想到会有人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他愣了一下，微微低下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里满是诧异。他像看疯子一样的看我，满眼不可置信地说：你疯了？这地方马上就成冷宫了，你留在这里做什么？我依旧保持着躬身行礼的姿势，脊背挺得笔直，声音平稳，没有一丝颤抖，也没有一丝犹豫。我说：娘娘待奴婢不薄，请公公通融。赵安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目光里的诧异一点点变成了探究，又从探究变成了了然，最后他缓缓摇了摇头：随你吧。
说完这句话，他再也没有看我一眼，转身带着身后的侍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长乐宫的大门。沉重的朱红宫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然后传来了清晰的落锁的声响，像是把长乐宫和外面那个繁花市井、纸醉金迷的皇宫彻底隔绝成了两个世界，也像是把慕容青书最后的生路彻底锁死了。院子里的混乱还在继续，工人们哭着喊着，收拾着自己的包裹。那些平日里被他们视若珍宝的小玩意，此刻被丢得满地都是。绣花的帕子、断裂的银簪、没绣完的荷包，还有攒了许久的碎银子，散落在青石板上，被慌乱的脚步踩得稀烂，沾满了泥土。半个时辰之后，内务府的人来了。他们面无表情地清点了人数，把剩下的工人全都像赶牲口一样带走了。哭喊声渐渐远了，杂乱的脚步声也渐渐消失了。原本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长乐宫一点点安静了下来。最后一个工人走出宫门的时候，顺手带上了侧门，又是一声轻响，彻底隔绝了外面的所有声响。然后整个长乐宫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还有被锁在正殿里的慕容青书。风穿过空荡荡的院子，卷起地上散落的纸屑和落叶，打着旋儿，划过青石板的纹路，发出细碎的声响，在空旷的院子里被放大了无数倍。长乐宫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一座富丽堂皇、雕梁画栋却没有一丝生气的坟墓。我站在院子的正中央，环顾着四周，红墙琉璃瓦，雕梁画栋，汉白玉的栏杆，种满了奇花异草的花圃，还有院子中央那座用整块汉白玉雕成的荷花池。3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的姐姐沈慈月就是被慕容青书的人硬生生按在这个荷花池里，活活溺死的。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嵌破了早已结痂的皮肤，温热的血珠渗出来，滴在青石板上。我闭了闭眼，硬生生压下翻涌的情绪，抬起脚，一步一步朝着正殿的方向走去。殿门虚掩着，一丝极淡的腐败气息从里面飘出来，那是我亲手为慕容青书调的养颜方送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我走到正殿的门口，指尖触到冰凉的木门，上面雕着繁复的缠枝牡丹纹样，是慕容青书最喜欢的花样。我微微用力推开了正殿的门，门轴发出一声轻响，在死寂的殿内显得格外刺耳。殿内的光线很暗，所有的窗户都用厚厚的锦缎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几缕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地上，划出几道细长的光柱。光柱里无数的浮尘在缓缓飞舞，漫无目的的飘荡着，像极了这座皇宫里无数身不由己的人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甜腻的熏香气息，那是西域进贡的安息香，价格堪比黄金，能安神定惊，遮盖异味，是慕容青书平日里最喜欢用的熏香。可那浓郁的熏香却怎么也压不住那股越来越浓的皮肉腐烂的恶臭。甜腻的熏香和令人作呕的腐臭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诡异的令人胃里翻江倒海的气息，灌满了整个大殿的每一个角落。我的目光穿过昏暗的光线，落在了大殿西侧的妆台前。慕容青书就坐在妆台前，背对着我，对着那面巨大的打磨的光可见人的落地铜镜。我没有出声，就那样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他身上还穿着昨夜的寝衣，粉色的锦缎绣着缠枝莲的纹样，原本是极衬他雪白肤色的料子，此刻却皱巴巴地裹在他身上，领口歪着，露出的脖颈上也有几块斑驳的溃烂的痕迹，沾着黄色的浑浊的组织液。他的头发散乱地披在背后，原本乌黑油亮能当镜子照的长发，此刻变得干枯毛躁，像是一蓬乱草，发梢打结，沾着不少从脸上流下来的浑浊的浓液。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背对着我，像是一尊没有生气的雕像，只有微微颤抖的肩膀能看出来他还在呼吸。我抬起脚，一步一步朝着他走过去，脚下的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成泥金砖，光可见人，踩上去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我走到他身后，站定了，看向了镜子里的他。镜子里的那张脸已经不能看了，大片大片的皮肤从脸上脱落下来，像是被水泡烂了的宣纸，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整块掉下来，露出底下暗红色的湿润的真皮组织，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有的地方还在往外渗着黄色的浑浊的组织液。整张脸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到处都是溃烂的翻卷着的皮肉，散发着浓烈的令人作呕的腐败恶臭，哪里还有半分当年那个名动京城艳压后宫的慕容贵妃的影子。镜子里的那张脸狰狞恐怖丑陋，像是从18层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我心里没有半分怜悯，只有一股压抑了3年的终于得以宣泄的快意，这是他应得的。他缓缓地伸出了一只颤抖的手，朝着自己的脸伸了过去。那只手原本也是纤细白皙，保养得宜，指甲上涂着鲜红的用西域胭脂做的扣丹，连指尖都透着精致。可此刻那只手也在微微溃烂，指甲缝里沾着浑浊的浓液，指尖的皮肤也在一片片地往下掉，露出底下鲜红的嫩肉。指尖刚碰到脸颊上溃烂的皮肤，它就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到了一样。
样，浑身猛地一抖，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身体控制不住地蜷缩起来，肩膀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连带着身下的装凳都跟着微微晃动起来。然后他忽然爆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歇斯底里的喊叫：“这不是我，这不是我！”他的声音像是被粗糙的砂纸反复磨过一样，再也没有了往日里那种娇柔婉转、能轻易勾走男人魂魄的调子。他双手胡乱地在脸上挥着，像是要把脸上那张溃烂的皮硬生生撕下来，可每一次碰到都会带来钻心的疼痛，让他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尖叫。我站在他身后，没有吭声，静静地看着他发疯，看着他坠入无边的地狱。3年前，我姐姐在荷花池里拼命挣扎，一点点被池水吞噬的时候，她也是这样，静静地坐在凉亭里看着，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现在轮到他了，他忽然猛地转过身，一把抓起了妆台上的铜镜，狠狠地摔了下去。铜镜砸在冰冷的金砖地上，镜面瞬间碎裂开来，无数块银色的碎片溅得到处都是，散落在地上，闪着细碎的冰冷的光。他的脸在那些碎裂的镜片里被分割成了无数块，每一块碎片里都印着一张狰狞的、丑陋的、溃烂的脸。他看着地上那些碎片里的自己，像是受到了更大的刺激，喉咙里发出了野兽一样的嘶吼声。然后他猛地转过身，朝着我扑了过来。他一把揪住了我胸前的衣襟，将脸凑到了我的面前，力气大得惊人。那张溃烂的、狰狞的脸离我只有不到1寸的距离，翻卷的皮肉、浑浊的脓液，还有浓烈的腐败恶臭扑面而来，熏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瞪着那双肿成了2条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嘴里发出嘶哑的、尖利的质问：“我的脸去哪儿了？是不是你把我的脸弄没了？”话音未落，他整个人就朝着我扑了过来，尖利的指甲狠狠嵌进了我肩膀的软肉里，指甲划破了衣料，嵌进了皮肉里，尖锐的疼意瞬间顺着我的肩膀蔓延开来。他身上那些脱了皮的、溃烂的地方紧紧地贴在了我的胳膊上，浑浊的组织液蹭在了我的衣服上，那股浓烈的腐败恶臭更加浓郁地钻进了我的鼻腔里。可我纹丝不动地站着，脊背挺得笔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这点疼和我姐姐临死前泡在冰冷的池水里的痛苦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我看着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疯狂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开口：“你的脸是你自己要用阴方的，你不是说为了美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吗？”我的话音刚落，她像是被踩到了最痛的痛处，瞬间爆发出了更尖利的喊叫：“你胡说！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婢，是你毁了我的脸！”她一边骂一边控制不住地掉眼泪，浑浊的眼泪混着鼻涕，还有脸上伤口渗出来的黄色脓液一起往下流，划过她溃烂的脸颊，滴落在我的衣襟上，留下一滩滩恶心的液体，整张脸像是被脏水泡烂了一样，狰狞得令人作呕。她骂着骂着，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松开了揪着我衣襟的手，踉跄着后退了几步，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喊：“来人啊，杀了这个贱婢！”她的声音尖利嘶哑，在空旷的大殿里荡开层层叠叠的回音，撞在红墙上又弹了回来，最后消散在空气里，没有任何回应。整个大殿除了她的喊叫声，就只剩下她粗重的带着喘息的呼吸声。我看着她依旧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平静地说：“恐怕不会再有人来了。”瞬间所有声音都戛然而止，她愣在了原地，那双肿得只剩1条缝的眼睛猛地瞪大了一些。我看着她继续开口，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冰冷的不容置喙的杀意：“娘娘已经不是贵妃了，外面的门已经锁了，长乐宫就是你的冷宫，没有人会来了。”她浑浊的眼珠子几乎要从肿胀的眼皮里凸出来，不停摇着头颅，嘴里翻来覆去的念着：“你骗我，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他只是生气了，等气消了就会来接我。”从最初的字字笃定，到声音一点点发颤、虚浮，一半是给自己强撑底气，一半是卑微的祈求，盼着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最后一句念到刚落，他忽然猛地转过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大殿的门口冲了过去。他的脚步踉跄着，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一路上撞翻了旁边的花架，撞掉了架子上摆着的古董花瓶，接连不断地响起来。名贵的青花瓷瓶摔在地上，碎成了无数片，里面插着的新鲜牡丹散落在地上，被他的脚狠狠踩过，碾成了烂泥。他像是完全没有察觉一样，只顾着往前跑，踉踉跄跄地冲到了门口，用尽全力拍打着紧闭的朱红大门：“放我出去，我要见皇上！”他拍着门，尖利地喊着，骂着门外的人是狗奴才，说等他出去了，一定要把他们全都凌迟处死，要株连他们的九族。他的手掌狠狠拍在厚重的木门上，发出沉闷的砰砰的声响，一下又一下，带着他最后的希望和疯狂。门外没有任何回应，他拍了好一会儿，手掌拍得通红，溃烂的指尖被坚硬的木门磨破了，渗出血来，在朱红色的门板上留下一道道斑驳的血痕。他的声音也从一开始的尖利尖叫，一点点变成了嘶哑的哭喊，到最后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剩下破碎的呜咽的抽噎。不过一会儿，他整个人背靠着冰冷的门板，一点点滑坐在了地上。他蜷缩着身子，肩膀一抽一抽地抖着，像一只被雨淋湿了的无家可归的野狗。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波澜。3年前，我姐姐的尸体也是这样，蜷缩着身子，浑身冰冷。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现在就坐在这里，为了他那张烂掉的脸，为了他失去的荣华富贵，哭得撕心裂肺，真是可笑。我抬起脚，一步一步朝着他走了过去，那脚步很轻，我踩在散落着瓷器碎片的金砖地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等走到他面前，我缓缓蹲了下来，和他保持着平视的距离。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了浓烈的恨意，可他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发出呵呵的嘶哑的声响。娘娘，你还记得沈慈月吗？这句话出口的瞬间，他的哭声猛地顿住了，像是被人狠狠掐住了脖子一样。他所有的呜咽和抽噎都瞬间停在了喉咙里，连呼吸都停滞了一瞬。他的那双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闪过了一丝慌乱。我看着他脸上的神情变化，继续开口：就是那个被溺死在荷花池里的医女。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了院子里那片汉白玉雕成的荷花池上。我继续说，他的手很好看，皇上夸了一句，您就让人把他按在水里，溺死了他。他张了张干裂的溃烂的嘴，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问我是他什么人。她是我姐姐。我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我在心里默念了千千万万遍。现在我终于说出来了。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浑浊的眼睛里先是茫然，然后是震惊，再然后忽然爆发出了一阵癫狂的刺耳的大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浑身发抖，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混着脸上的脓液一起往下淌。原来是沈慈月的妹妹，难怪来了个丑八怪，又懂医术又姓沈，原来是一窝的。他的声音里满是不屑，哪怕他现在已经成了这副鬼样子，也依旧强撑着那一点可怜的尊严。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动也没有喊，更没有像他一样歇斯底里。我只是缓缓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开口：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地死去，这样太便宜你了。这句话出口的瞬间，他脸上的癫狂和嚣张瞬间僵住了。那张溃烂的、看不出原本模样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切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他看着我，声音颤抖着说：“你疯了！”我看着他的眼睛，嘴角勾起了一抹极淡的、冰冷的笑意，平静地说：“过不了多久，你的脸就会感染，然后生蛆，烂到骨头里。”他的身子抖得更厉害，脸白得像一张泡烂了的纸，嘴唇哆嗦着，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走近一步，继续说道：“你在宫里待了这么多年，应该清楚，我说的话不是吓唬你，是真的会发生的。”他眼睛里的嚣张和疯狂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本能的卑微和恐惧，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声音里带着哭腔看着我说：“你想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答应，钱、珠宝、田地、宅子，只要你治好我的脸。等我见了皇上出去，什么都答应你。”此刻，他再也没有了往日里那个高高在上的贵妃娘娘的半分架子。为了活下去，为了治好她的脸，他什么都愿意做。可我看着他，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娘娘出不去了，皇上应该也快不行了，和你一样的症状，此毒无人可解。这种情况下，皇上又怎么可能原谅你呢？我的话音落下的瞬间，他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了一样，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皇帝之所以会给他无上的宠爱，不过是因为他那张绝世的容颜和他能哄得皇帝开心的手段。现在他的脸烂了，皇帝也中了和他一样的毒，命不久矣。他最后的希望彻底没了。
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继续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却字字诛心。娘娘现在唯一的结局，就是在这个冷宫里慢慢烂掉。说完这句话，我转过身，一步一步朝着偏殿的方向走去，身后传来了他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哭喊声。那哭喊声带着无尽的悔恨和绝望，在空旷的大殿里来回回荡，撞在墙上又弹回来，追着我的脚步一路蔓延。可我没有回头，我穿过空荡荡的大殿，走出了正殿的门，穿过了空荡荡的院子，走进了我住了3年的偏殿。然后我反手关上了偏殿的门，也把他的哭喊声隔绝在了门外。殿内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吹过廊檐，发出细碎的声响。我靠在门板上，缓缓闭上了眼睛，紧绷了3年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彻底放松了下来。姐姐，你看到了吗？眼泪终于控制不住的从眼角滑落，砸在衣襟上，晕开了一小片深色的水渍。这3年里，我从来没有哭过，我不敢哭，我怕一哭就泄了气，就撑不下去了。现在弦终于松了，我顺着门板缓缓滑坐在地上，抱着膝盖，把脸埋在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抖着，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门外慕容清书的哭喊声还在断断续续的传过来，我没有理会，这些都是他欠我姐姐的。天一点点黑了下来，殿内没有点灯，一片漆黑，只有窗外偶尔有月光从窗缝里钻进来，划出一道细长的银线。门外的哭喊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整个长乐宫彻底陷入了死寂。我坐在地上，靠着门板，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殿内，坐了整整1夜，脑子里反反复复地闪过姐姐的脸。天快要亮的时候，我才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因为坐了太久，我的腿已经麻了。我踉跄了一下，扶着门板才勉强站稳。我抬手理了理皱巴巴的衣摆，擦了擦脸上残留的泪痕，然后我伸出手推开了偏殿的门。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湿气吹了进来，拂过我的脸颊，带着一丝凉意。整个长乐宫空气里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腐败的恶臭。院子里空荡荡的，和昨天一样，没有一丝生气。我走到正殿的门口，朱红色的殿门依旧虚掩着，和昨天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伸出手，轻轻推开了殿门，门轴再次发出了一声轻响，在死寂的清晨格外刺耳。空气中那股腐败的恶臭更加浓郁了。我的目光穿过昏暗的光线，落在了大殿内侧的床榻上。慕容清书死了，他用一根从床幔上撕下秽物的污渍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息。我抬起头，静静地看着他，看着这张面目全非的脸，看着这个毁了我姐姐一生，也让我赔上了3年青春的女人。她就这么简单的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我以为我看到她死了会开心，会快意，会觉得大仇得报，会彻底解脱。可我站在这里看着她冰冷的尸体，心里却空落落的，像是被人挖走了一块，没有快意，没有开心，也没有解脱。我就那样站在她面前，站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晨光一点点亮了起来，照亮了整个大殿，照亮了她悬在半空的僵硬的尸体。直到隐隐约约的说话声、脚步声模糊不清的传了过来，我才缓缓回过神。我转过身，走出了正殿，反手带上了殿门，把他的尸体，还有他这一生的荣华富贵、恶毒残忍，都关在了那座昏暗的大殿里。我走到院子里，侧耳听着外面传来的动静，那些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宫里的太监和宫女们，他们压低了声音，在议论着什么，语气里满是惶恐和不安。我竖起耳朵，一点点听清了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皇帝突发恶疾，浑身溃烂，高烧不退，陷入了昏迷，连太医都束手无策。宫里的人都在传说，皇上这是被慕容氏用了要挟之术，反噬到了皇上身上，怕是命不久矣。皇后娘娘已经下令封锁了整个皇宫，不许任何人议论这件事。可流言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后宫的每一个角落。我站在院子里，听着这些话，嘴角勾起了一抹极淡的冰冷的笑意。一切都结束了，慕容清书死了，那个昏庸无道、视人命如草芥的皇帝也快要死了。我姐姐的仇报了，那些害死我姐姐的人一个都跑不掉。我回了偏殿，脱下了身上穿了3年的宫女服，换上了干净的粗布衣裙。我不再是皇宫里那个不起眼的小宫女，我是沈慈月的妹妹。收拾好了一切，
切，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等着天黑，等着那个能让我离开这座吃人的皇宫的夜晚。夕阳的余晖从窗棂里照进来，落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然后消失在地平线里。窗外传来了打更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3更天了。这是皇宫里守卫最松懈、侍卫换班的时候。我站起身，推开了偏殿的门，走了出去。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漆黑里，只有远处的宫殿里还亮着零星的灯火，是守夜的工人点的灯笼，还有皇帝寝殿那边彻夜不息的灯火。风很大，吹得院子里的树叶沙沙作响，吹得我的衣摆猎猎翻飞。我低着头，飞快地穿过了长乐宫的侧门，绕开了巡逻的侍卫，顺着宫墙根的阴影朝着西华门的方向走去。我在这宫里待了整整3年，哪条路最偏僻，哪段宫墙的守卫最松懈，哪个时辰侍卫会换班，会有一盏茶的空隙能让我悄无声息地溜出去，这些我都了如指掌。路过太医院的时候，我朝着那座亮着零星灯火的院落看了一眼，那是姐姐曾经当值的地方。我仿佛能看到3年前姐姐穿着医女的服制，抱着药箱从里面走出来，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朝着我挥手，心口又是一阵细密的疼。我闭了闭眼，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去。不知道走了多久，西华门的轮廓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守门的侍卫根本没有注意到一道瘦小的影子从他们身边飞快地溜了出去。一个不起眼的穿着粗布衣服的女子，在这座宏伟的皇宫里就像一粒尘埃，没人会注意到一粒尘埃是飘走了还是落在哪里。跑出西华门的那一刻，我脚下的步子猛地顿住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高大的红墙琉璃瓦的皇宫，这座囚禁了我3年也埋葬了我姐姐性命的牢笼终于被我甩在了身后。就在这时，天忽然下起了雨，雨声很大，大到我终于可以放心的肆无忌惮地哭出来。我放声大哭，眼泪混着雨水一起往下流，淌进我的嘴里，又咸又涩。姐姐，你看到了吗？我做到了，我为你报仇了。那些人一个都跑不掉。我一遍又一遍的在心里对着姐姐说，像是在对着她承诺，又像是在对着她告慰。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等我抬起头的时候，雨已经渐渐小了，天边透出了一点蒙蒙的亮光，黎明要来了。雨停了，风也停了，空气中带着雨后泥土和青草的清新气息，洗去了皇宫里那股令人窒息的熏香和血腥混合的味道。前方的路还很长，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可我不怕了，天大地大，总有容得下我的地方。我迎着晨光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再也没有回头。